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。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个话题，就是有投资股票的人都一定要了解的一个规则，那就是股票交割。股票交割的意思是，证券成交后，买卖双方依规定交付款项以及货物。白话的意思就是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啦。只是为了防止股市过于波动，那台湾的交割过程呢，大概历时要3天的时间。这个过程当中，如果发生违约交割，也就是没有遵守游戏规则，那轻则就是影响信用评级，那重则就是要罚款，甚至还要坐牢哦。所以投资人不可不慎。这是一个致力探讨投资理财、财富自由等等有关财富的平台。我会不定期的做一些台美股的个股分析，如果各位有兴趣的，可以点击订阅并且追踪哦。那我马上开始。首先，股票的买卖方式是以交割的方式去进行，但是证券商它不会当天就扣款。在台湾，投资人需要在成交日之后2天进行完款，那这个过程就称为交割手续。那台股的交易方式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左边这张图，我们常常会听到 T+0、T+1、T+2。那这个 T 的意思就是 trade， 也就是交易的英文的缩写。那 T+0 就代表成交日的当天，那 T+1 就是成交日后再加1天的交易日。那 T+2 就是成交日之后过2天的交易日。那 T+0 当天就是我们要买进或是卖出股票。那 T+1 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得到或是我们会失去我们之前卖出的那只股票。那 T+2 那一天就是我们要支付或是我们会获得我们应该要获得的款项。那比较需要注意的就是，我们必须要在 T+2 的当天早上10点前完成款项的交割。如果没有完成的话，那我们就是违约交割了。那违约交割就如同刚刚 Kevin 所讲的，轻则就是影响信用评级，重则要罚款，甚至还要坐牢。好，那如果 T+0 那一天是2月11号的话，那 T+1 就是2月12号，那 T+2 就是2月13号。我们马上来进行一下实际演练哦。如果凯瑟在6月18号的时候，他想要买进台积电1000股，那此时台积电的股价是每股600元，但是凯瑟他户头没有钱哦。请问凯瑟6月18号的时候，他可以下单买台积电吗？答案是可以下单买台积电哦。凯瑟几号可以拿到股票？是6月21号。6月21号是 T+1， 那个+1是交易日，所以说6月19号及6月20号，它是礼拜六、礼拜日是没有开市的，所以那天就不算。那第3题，请问凯瑟需要于几号前他要汇钱进户头，并且凯瑟需要汇多少钱？那这边各位可以稍微去算一下。那答案就是凯瑟需要在6月22号的时候，他需要汇钱到他的户头当中。那他需要汇1000乘上600，再去加上1000乘上600，再乘上0.1425%。那这0.1425%这个款项就是手续费的部分。所以他总共需要付600855块，所以6月22号早上10点前，凯瑟需要汇进户头里面的款项是600855块，是包含手续费都要汇进去。如果凯瑟只汇60万的话，那他就是违约交割了。好，那我马上进行进阶题的部分。进阶题就是，请问如果凯瑟一开始他一样户头没有钱哦，他6月18号的时候他买进了1000股的台积电，价格是每股600元。那21号当天呢，他以每股500元卖出1000股的台积电。请问6月22号的时候，凯瑟他户头里面需要有多少钱 ？A. 不用钱。B. 他需要付600855块。C. 他需要付103067块。D. 他想要付多少就付多少。那这答案呢，在影片下方留言区。好，那影片到这边，大家大概已经了解了股票交割是如何去进行交割的。各位只要在 T+2 那一天，将我们应该要付的款项汇到我们的户头当中，基本上就不会遇上违约交割这件事情。那这边 Kevin 想要调查一下，有被营业员打电话催缴款项的，可以在下方留言加1。那有遇过违约交割情况的，可以在下方留言交2。那 Kevin 的话是有被营业员打电话催缴款项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，拜拜。